接连对澳大利亚进行反制，为什么澳大利亚对华的态度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所谓人红是非多，自从我国近些年来在各个领域上的迅速发展，就不断有国家与中国作对。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跟随美国步伐的小跟班，为了讨好美国，频繁与我国作对。可他们却忘了，在美国眼里只有利益。就拿近些年来多次挑衅我国的澳大利亚来说，该国也算是美国的一个小跟班之一，只是与印度、日本等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刚入门的，还没有达到与美国握手的地步。至于为什么单单提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该国过度痴迷美国。别的国家好歹在讨好的路程上也有自己行走的步伐，可澳大利亚只知道跟着美国跑。现在的中澳关系在澳大利亚的多次挑衅后降至冰点，对于我国来说这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是致命的。这些年来，我国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双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了2520亿澳元。在本该与我国增进关系，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的时候，却站在我国的对立面叫嚣。今年这场疫情，很多出口商品的销量持续下滑，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而这个时候对华贸易的收紧态势，无疑让很多商家格外痛苦。可以注意到，在这几个月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7大产品都出现了问题，其中包括煤炭、大麦、木材、糖、铜矿、葡萄酒以及龙虾等。在接连挑衅下，我国也开启了反制举动。这些对澳大利亚的举措，确实给澳大利亚的产业甚至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同时也给澳大利亚官方带来了压力。尽管我国否认这一系列打压行为是针对澳大利亚的，但不得不说的是，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奇怪的是，澳大利亚对华的态度为什么还没有改变？分析认为，双方或许是还没找到一个让彼此都能够接受和解的方法。以澳大利亚方面的态度来看，澳大利亚显然更希望双方缓解关系的方法是建立在澳大利亚能够接受的背景下展开的。此外，这也不排除澳大利亚未来将会对华出口又一个拳头产品出问题——铁矿石。铁矿石每年都会对华出口几十亿美元，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影响，一方面是我国确实对此有难以替代的大规模需求，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对华有巨大的依赖。表面上来看，像是我国有把柄在澳大利亚手上，实际上却是双方这种难以脱钩的关系，才让铁矿出口得到暂时的安全。近日，我国一款1000吨级大国重器成功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据三太湖网消息称，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梅州湾跨海大桥首个1000吨箱梁架设成功。据了解，完成这一壮举的正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1000吨级架桥一体机，该机器被命名为昆仑号。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铁路建设在装备与技术上实现了重大提升，为中国高铁时速全面登上400公里台阶，加快西部特殊地貌铁路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昆仑号1000吨级架桥一体机可以同时满足24米、32米以及40米等不同跨度的高铁箱梁施工作业。不仅如此，昆仑号1000吨级架桥一体机还能帮助我们提高25%的架梁速度，以及减少20%的架梁成本，并且还能够解决特殊工况下桥梁架设和供电协调性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梅州湾大桥是一个跨海大桥，因此它的施工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入秋以来，海上的风浪相比之前来说更强，昼夜温差更大。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我国工程人员的脚步，反而我国的工程人员还加紧确保了梅州湾跨海大桥的工程进度。不得不说，我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却是名不虚传。为此，有国际网友说道，今天的中国确实令人震撼。那么昆仑号1000吨级架桥一体机对于我国来说，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基建以外，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此，有分析人士称，昆仑号1000吨级架桥一体机对于我国来说意义非常大。由于这种1000吨级的机器非常庞大，并且还蕴含着各种高科技成果，所以想要将这种机器制造出来非常不易。我国能够将它制造出来并成功使用，这代表着我国制造重型装备的技术已经位于世界前列。它的出现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现了我国制造重型装备的高超技术，所以说它对我国的意义非常重大。时至今日，全球性的基建模式已经形成。现如今，我国本身在大力发展基础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修建基础设施。目前，基建狂魔的名片已经发往全世界，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寻求我国的帮助，届时我国基建的脚步将会踏遍全球的各个角落。
据环球网最新报道，日前，国外防务观察家萨顿在其个人网站上刊发文章称，随着中国海军从黄水海军开始向真正的蓝水海军迈进，其核潜艇的建造数量也随之增加。随后，文章表示，最新的一张卫星图显示，貌似有一个大型潜艇的舰体部分出现在场内。文章对此描述为圆柱形物体长约20到30米，直径约10米。根据判断，这极有可能是潜艇的舰体部分，但目前尚不清楚正在建造的是哪型潜艇。当然还不止如此。文章随后开始进行猜测，称渤海造船厂可能正在建造3种新型潜艇，分别为093B 型攻击核潜艇、新一代095型唐级攻击核潜艇以及下一代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但是最令人关注的还是096型核潜艇。096型核潜艇是我军正在发展的第3代核潜艇，相比于第2代核潜艇来说，096型核潜艇实现了诸多技术跨越。目前比较公认的是，096核潜艇建有超大直径耐压壳，在外形上将根本区别于094高耸的龟背。在可能的武器装备上，比较公认的观点是，096型核潜艇将装备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携带的导弹数量将在16到24枚之间。美国情报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集中精力建造的096型可能将具备在基地冰层覆盖下发射导弹的能力，甚至可能具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搭载人造卫星进入近地轨道的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感知到外界对于096型的认可，毕竟095已经足够让人惊喜，外界没有理由去怀疑096的进步。不过对于这样的进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却总是曲解为一种威胁。在爆出096的消息后，一位美国网友称，美国是否应该受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观点。在该名网友看来，美国并不会受到威胁，相反，他认为这是对于美国的一种天赐之物。这样的说法实在令人费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认为我们这样的行动肯定会引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军备竞赛。为了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必定会增加国防开支，而这将成为美国向印太地区出售 F-35大量反舰导弹的绝佳机会。先抛开这样的想法可不可行，光是从想法本身而言，就具有典型的美式思维特点。正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所说，美国动辄就用美式思维来判断和打量中国，最终结果只能是被世界所抛弃。美国遭反噬，这下该怎么解决难题？相比之下，我国却发展的越来越好。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美国自疫情在国内爆发后，针对中国的举动就越来越频繁，军事上挑衅不说，就连经济甚至是科技上都在不断打压中国，禁止中国大量 APP， 计划禁止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入境。此外，在华为芯片上的打压更是一度引起我国人震怒。近日，关于华为芯片的消息再次走进人们视野。这次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在传出索尼以及豪威科技先后向华为供货的消息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家芯片厂商希望向华为供货。这也就意味着卡在华为脖子上的那根绳子有了放松的迹象。众所周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举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原本以为在遭到美国的打压会一落千丈的华为，却没想到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供货商凑上前去，反而中国还在美国的打压下乘胜追击布局。一方面，人才正作为华为加速攻关的一部分，计划将在2021年将招聘人数扩大到8000人。另一方面，华为公司除了正常的预算以外，还会在2021年至2022年投入10亿美元的额外经费。加上此前受到美国的打压，现在华为正在将芯片供应链转变为国产化。相比之下，美国可就不好过了。据悉，芯片价格因为美国的举动出现了闪崩。有关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底 ，DRAM 芯片固定价格达到2.85亿美元，环比下滑了8.9%。研究该芯片的公司预测，GRAM 芯片的过剩情况将会持续延迟到今年年底。而随着需求骤降以及芯片的价格暴跌，导致美国半导体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已经付出了近11375亿的代价。更严重的是，如今业内人都认为半导体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可美国这一突然翻脸行为，让不少人都产生了自主化产业链的想法。一旦这样的想法落于现实，美国企业在全球芯片市场的生意很可能无法做下去。事实上，早在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不顾及后果打压中国华为芯片的时候，外界就已经猜到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连高通也说过，如果失去了华为这个客户，其公司将会损失数百亿。可当时沉迷于打压我国的美国根本不听美国企业的劝告，
谁也没想到，在美国国内疫情仍面临如此大危机的时候，警告这么快的应验了。根据此次消息显示，美国半导体所付出的代价仍然加剧，事态逐步恶化。美国显然已经撑不住，而中国华为却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丝毫没有受打压芯片的影响。现在，美国该如何解决损失持续上涨的难题？